报告，黑曜石清除完毕。SSS 级任务已完成。做得不错，但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组织安排你立即转换身份进行掩护。说，海城，陈家，第一首富公子陈望野。你的新身份，他的私人家庭教师。收到。陈望野，江城首富大公子，顽劣成性，已经气走了9任老师。传言没有哪个老师能在他面前撑过5分钟。有人吗？我是新来的家教老师，你的第10任老师也会是最后一任。Cigarettes and tiny liquor bottles, just what you'd expect inside the new Balenciaga cigarettes. 操！他他妈何之洛，你这招不灵啊！野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保证让他滚蛋！无聊。你就是陈望野？嗯，我是你爸刚给你请的住家家教，我叫杨文月，你叫我小月老师。你，或者叫姐姐都行。我靠，他上去了！看来还是有备而来啊！怎么，以为凭这样能引起野哥的注意？做梦！谢谢你和你朋友给我的见面礼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小惊喜。野哥，就是，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样的底层人，野哥随随便便就能捏死你。差点忘了，见者有份。你竟敢泼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何家集团千金嘛，还是陈望野的青梅竹马，但这与我何干？你上去撕了他！出了事我担着！你想干什么？请陈董事长看看是谁在妨碍他儿子的学业。浪费了点时间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补课了吗？陈同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文月。很好，杨文月，我记住你了。少年眼中的挑衅，反而激起了我的好胜心。从那天起，他千方百计的想让我滚蛋，可惜从未得逞。直到这一天。野哥，你这新家教有点东西啊，居然撑满了1周，破纪录了啊！野哥这星期可没少折腾，结果呢？往他床上放条蛇，人家眼都不眨，直接就把蛇扔掉了。把他反锁在地下室，还断电放恐怖音效，结果他居然铺了个垫子睡了一觉。野哥手段出尽，人家毫发无伤，这回野哥估计是真没辙了。今天
心惊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他滚蛋！等下来我房间，给我上课。看来今天的课得先教你点别的，陈同学。陈王爷，该上课了。陈王爷，我在洗澡，浴巾忘拿了，就在床上，灰色的那条，帮我递一下。少爷，水果切好了，现在给您送进来吗？你算准了这个时间，是想让他撞见我闯进你浴室，好让你爸换掉我。小月老师果然聪明，喜欢我送你的第二份礼物吗？谢谢，非常喜欢。既然要演戏，不如我们把戏做全套。杨文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罪名是你安的，戏也是你导的，我不配合演出，岂不是辜负陈同学一番苦心？是要我给你换浴巾吗？少爷，您在房间吗？我进来了。别进来，放门口。好的，少爷，那我先下去了。跟我玩这种把戏，弟弟，真以为姐姐是吃素的？5分钟后，书房见。今天你要学的是怎么尊重你的老师。浴室的事之后，陈望也明显安静了一段时间，直到一天晚上，保姆急匆匆敲开我的门，告诉我他病了，是一场来势汹汹的高烧。别走，别留下我一个人。杨老师，您看，少爷13岁那年，夫人去世了。别走，每次一生病，他都会像现在这样，紧紧抱着夫人的相框不放。刘总，这就是海城下面最贫困的乡之一，政府邀请您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扶贫项目。爸，我求求你，让我继续读书吧，我以后一定能赚很多钱还给你。读书有个屁用！嫁了人，收了彩礼，才能给你弟弟盖房娶媳妇。住手！你怎么能打孩子？孩子，起来，告诉阿姨，你想读书。好，你想读书，这是对的。这孩子以后的学费、生活费我来承担，他不需要嫁人。孩子，不要跪，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，铮铮傲骨，立于天地，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记住了吗？妈妈，别走。他的手指怎么会断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知道，那我去问问他父亲。发烧而已，死不了人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以后这种小事不必打扰我。陈董，还有一件事，
我发现陈王爷左手小指有旧伤，功能性断裂，我怀疑是我白断的。自从陈王爷他妈妈走后，他就总是哭闹着要人陪，还拉着我不肯走。我很忙，没时间陪他玩这种父子情深的戏码。掰断他一根手指，碰一次，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静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老实了。只是断根小手指，不影响生活。你看，他现在不是还生龙活虎？陈董，你认为你配当一个父亲？我有很多儿子，他是最没出息的一个。我还养着他，已经仁至义尽。杨老师，做好你分内的事儿。你是唯一留下的家庭老师，所以我给你一次逾越的机会。但你记住，这是第一次，是最后一次。陈王爷，原来我们小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听话，喝点水。这么看着倒是挺乖的，这脸软乎乎的。妈妈，别走。我不走，我不是妈妈，我是姐姐。姐姐，别走。姐姐不走，睡吧。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嚣张跋扈的陈家大少，只是一个在病痛中寻找依靠的少年。而我，似乎也忘了自己只是他的老师。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他，直到他彻底好转。黑夜清醒的不忘却，我该如何走向明天？野哥，听说你高烧一场，没事了吧？死不了。好了就行。你病这几天，我们可没闲着，又想了个绝妙的办法对付你那个第10任。看，这酒劲儿大，你想个法子让他喝下去，一杯就够。等他晕菜，外面我找好人了，几个壮汉，把视频往他面前一放，看他还不哭爹喊娘的自己滚蛋。还是芝诺姐厉害，这主意绝了！叶哥，这下肯定成了。怎么样，野哥，主意完美吧？保证给你出气，这回肯定能成。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？野哥，何之洛，听好了，这次我砸的是酒瓶，还有下次我就把地上这些玻璃渣混着酒灌给你喝。野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在帮你啊，你不是一直想赶他走吗？野哥，滚！我让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！少爷，您这杨老师真是没白照顾你一场啊，都知道护着杨老师了。谁护着他了？陈王爷，谢谢。谢什么谢？少自作多情！我砸东西是因为他们太吵了，妨碍我打游戏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
杨老师，您是头一个能让少爷这么维护的。不是我厉害，我只不过给了一点点的关心，他却用最笨拙又坚决的方式回应了我。原来陈王爷也这么渴望被人在意，被人所爱。对了，张妈，我前几天偶然看到陈王爷的证件，明天好像是他生日，家里往年有什么安排吗？少爷啊，自从夫人走了以后，就再没过生日了。年头久了，他自己也说不必过了，他不在意。他不是不在意，是假装不在意。今年的生日，我来准备吧。杨老师，您可算回来了，您现在可千万别进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他们又来了，每个月总要来这么一两回，说是来看少爷，其实就是变着法的来找茬，欺负人。谁进去触霉头谁倒霉。他们是谁？是少爷那几个哥哥弟弟，陈东早年在外面的孩子，夫人还在的时候就……杨老师，您听我的，先避一避。杨老师。哟，如山哥，你这弟弟长得还真不赖啊！空有一张脸罢了，就是个废物。宝贝儿，你知道他高考考多少分吗？多少呀？250，整整250！这数字配他，真是天造地设。怪不得陈董把他扔在这儿自生自灭呢，原来是个绣花枕头。你是正室的儿子，又怎样？要怪，就怪你那短命的妈，没给你生出个好脑子。废物，也是遗传的，也是遗传的。按住他！哦，对了，听说今天是你生日，那我们当哥哥的怎么能不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呢？这可是哥哥我精心从垃圾桶里给你挑选出来的，喜欢吗？最适合你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个没人要的垃圾。来，乖弟弟，哥哥喂你吃长寿餐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张嘴。你爹没教你的教养，我今天免费教你。你他妈！再碰他一下，我保证下一次让你咽下去，就是你自己的牙。都瞎了吗？给我上啊！哥，他一拳就给你撂地上了，我们上去不是送死吗？好，好你个家教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站住！跪下道歉。什么？为你刚才说的话向陈望野道歉，再向他妈妈道歉。你让我给一个废物和一个死人道歉，是你疯了还是我他妈出现幻听了？你刚才所有的话，我一句不落全录下来了。你说我把这段视频发给你最看重外界形象的父亲，再发给几家一直想挖陈家丑闻的媒体，你猜会怎么样？跪下道歉。
阿姨，对不起。陈王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你是废物。对了，好弟弟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马上要毕业考了吧？你到底是不是废物？毕业考自见分晓，别到时候连毕业证都拿不到，那才真叫坐实了废物的头衔。还愣着？你就不怕陈如山戳穿你的谎言？你是说录视频？对，我根本没有录视频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没有人能预料到。他有点脑子就能想通，可惜你只是把自己藏起来了，而他这里才是真的空。但如果他后来想明白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知道越界有代价，我们得立规矩，让他清楚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地上脏了，我收拾。少爷，我来，这哪是您干的活儿？杨老师，我刚才透过门缝都看见了，我第一天见您就觉得您跟别人不一样，是真有胆量。我不是有胆量，只是不怕死，贱命一条，大不了拿走，就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呗。杨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少爷哪里是惜命怕他们啊，少爷是怕陈董，怕陈董会更不喜欢他。闭嘴！所以哪怕手指被亲生父亲掰断，他仍在祈求一丝在意。这孩子究竟有多缺爱？没有这个必要。陈王爷，你活着不是为了别人喜欢你，你不如好好努力，把你爸手里那摊子东西抢过来，让他退休失业，让他看你的脸色而活。陈王爷，你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却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，被一群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骑在头上撒野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？这就是你对你死去母亲的交代？陈如山他们为什么拼命的要踩你、羞辱你？因为他们怕你，怕你有一天清醒过来，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有什么？一个废物的名头。名分和正统，你生来就有。你现在缺的就是实打实的本事和成绩。陈如山刚刚说的毕业考，就是你的第一步。那又怎样？拿到优异的成绩，让你父亲明白，只有你，陈望野，才有能力、有资格接他的班。这才是最有力的报复。到时候，陈如山他们的死活，不过是你一句话的事。我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我会帮你。从今天起，你的目标不再是气走老师，而是把你父亲从他那个位置上撬下来，明白吗？刘岩阿姨，您拉了我一把，现在换我推你儿子上去。陈王爷，生日快乐！水平有限，别嫌弃。陈同学，该不会是感动到要哭吧？别说，他这样真是好看，要哭不哭的，有种该死的破碎感。谁要哭？是这东西太丑，丑的眼睛疼。嫌丑就还我。丑的碍眼，
还是我自己收着。很久没人送我礼物了，其实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就知道你小子口是心非。不好了，少爷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杨老师，少爷天没亮就起来了，这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啊！少爷他不会是上次发烧把脑子烧出问题了吧？张妈，放心，你们少爷脑子没坏，那这是醒了，彻底清醒了。这么用功，你说的对。与其卑微乞求，不如优秀、强大，让他畏惧。只有让他都畏惧了，陈如山才不敢再欺负我们。对，我们。野哥，靠！难怪约你10次9不出来。知落想你都快想出相思病了，你居然特么窝在这儿装好学生，没发烧啊，真转性了。滚，别烦我。哇，来真的！让我猜猜，毕业考要到了，我们野哥终于打算临阵磨枪，上演一出 F 班的逆袭神话。你最近短剧看多了吧？真信那套？还是说绑定什么学神系统了？醒醒吧，野哥，咱们可是 A 大垫底的 F 班，底子烂得透透的，就靠这几天翻书能逆天改命？别做梦了！谁规定的？梦就不能成真？差点忘了这尊杀神，他现在可是野哥跟前最说得上话的人，得罪不起，得罪不起。杨老师，你也在啊？那什么，我开玩笑的。野哥，我先撤了啊。怎么了？你说，一个从根子上就烂透了的人，是不是真的就……看星星。没发烧啊？大白天哪来的星星？所以，我们看不见，就等于星星不存在了吗？陈王爷，星星一直都在发光发亮，只是被日光和云层挡住了，暂时没人看得见。我回去看书了。喂，陈同学，小月老师正式邀请你，今晚8点一起等星星出来。嗯。看，他们一直在那里，尤其是其中一颗，我看见他了。他正拼尽全力，要挣脱所有束缚，把光照进每个人眼里。那一天没有永不分开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再也不要当废物了，我要变得优秀，我要发光，我要亮给所有人看。我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，绝不能。也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杨文月要陪着陈同学，看着他发光发亮，做第一个为他鼓掌的人。哟，真精彩啊！怎么，废物都立上宏图大志了，你亮？你拿什么亮？你亮，
你拿什么量？笑什么笑？说的就是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废物一个，真拿自己当盘菜，也想发光？你也配？配不配，轮得到你评判。说不定到时候第一个亮瞎的，就是你这双狗眼。对了，我的好弟弟，你的毕业典礼 A 大可请了爸去，到时候我也去，就睁大眼睛看看那优秀学生名单上到底有没有你陈望野3个字。山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谁不知道陈家这位大少爷当初高考成绩就是个250？这样吧，我的好弟弟要真能变成优秀学生，我陈如山3个字倒过来写。谁稀罕你的名字倒着写？那你还想怎样？难道要我当场倒立吃屎吗？可以，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行，那就等着，我们走。那什么，我还真从来没亲眼见过有人能倒立吃那什么。巧了，我也没见过。那为了能亲眼见证一下这人间奇观，咱们是不是得加油？必须加油！你看什么？陈王爷，你长得还挺好看。其实你也一样。我这江边地太滑了，我刚没站稳，脚滑，意外。跑那么快干嘛？又不会吃了你。少爷，您回来了，找什么呢？小月老师呢？哎呦，少爷，您现在真是变了，张口闭口就是小月老师。这才多大一会儿没见着，就慌了神啦？刚考完试，感觉还不错，想跟他说一声。那肯定不错，少爷，您这2个月这么拼，头悬梁吹刺骨的，做什么事情不能成？杨老师刚刚还在，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出去了。出去了？有说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就看他接电话时脸色挺严肃的。我出去看看。文月，紧急情况，黑曜石首领血渊与你交接国际警方3日后脱逃，组织让你马上准备参与境内缉捕行动。明白，我会处理好这里的事，随时准备归队。考完试了？3天后放榜，学校礼堂，毕业典礼。我会准时到，坐在第1排，准备好第一个为你鼓掌。就这么有谢谢？那当然。刚刚那个人是谁？陌生人，问个路而已。对了，考得真有把握。小月老师。没什么。
杨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爸，杨老师可是坚信望野这次能考出惊天动地的好成绩，还能作为优秀学生上台授表彰呢。所以早早站好位，说是要做第一个为我那好弟弟鼓掌的人呢。真是用心良苦啊，杨老师，对吧？杨老师，我欣赏你的敬业，但你未免太高看陈望野了，或者说太不了解他了。我为他请过那么多老师，对他唯一的期待就是能安安分分混到毕业，不要让我陈家的脸面太过难堪。至于成为优秀学生，绝无可能。陈董，作为老师，我相信自己的学生；作为父亲，你不该相信自己的儿子吗？诸位，现在公布本届毕业考核成绩。林晓彤同学综合成绩587分，赵子轩同学综合成绩591分，沈雨桐同学综合成绩588分。怎么还没到我优秀的弟弟？该不会是考得太丢人，特意留在最后压轴吧？去叫他过来。你要是还有点脸，待会儿别抬头，别说话，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我陈家的儿子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陈望野，抬起头来，你是我教过最好、最优秀的学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为你骄傲，永远都是。最后一位，陈望野同学。下面，我也将宣布本届毕业考核最激动人心的结果。综合成绩排名第一，并获得本年度校长特别奖的最优秀学生是陈望野同学，恭喜！陈望野，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。这2个月我们共同的奋斗，更不会被辜负。绝对不可能！陈望野怎么可能是优秀学生？谁不知道他在学校是什么德行？陈望野同学本次考核成绩完全符合优秀学生评选标准。抄袭！他一定是抄袭别人！他以破历史记录的成绩获得第一，他去抄谁的？那一定是……够了！你弟弟总算争气了一回。对了，陈大少，还记得那晚在江边你自己亲口说过的话吗？山哥，别喝了，这么喝要出事儿了。操！我能不喝吗？不喝怎么冲淡这股味儿？你知道老子吃了什么吗？啊！山哥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实诚呢？当时他让你吃，你怎么就……我他妈有的选吗？你以为我想？那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，力气大的吓死人。她真能当场把老子脑袋拧下来，你信不信？妈的，真是活见了鬼！陈望野，那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他怎么就能考第一？老头子的眼神全变了。他一个废物也配？他也配？山哥，这废物他就是有本事考到了，这也没办法呀。他妈不会说话就给老子把嘴缝上！
你去给老子找几个妞来，要最骚最会来事儿的，再联系几家专拍八卦的记者，钱不是问题。等那小废物喝了酒，就让那几个妞扒光他，让记者冲进来，考了第一不是吗？老子照样能让他变成笑话。找我？好弟弟，你还真给哥哥面子。来来来，哥叫你来是给你赔罪，以前全是我的错。喝了这杯，咱们兄弟俩从此恩怨一笔勾销。看这酒劲儿大，你想个法子让他喝下去，一杯就够。一笔勾销，你也配？陈王爷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大哥。我曾经是疯了，疯到想用顺从换陈真山多看我一眼，就为了这个，我忍了你这种杂碎这么多年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欠我会亲手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小月老师，看，优秀学生证书，这是我们共同的。你做到了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好。现在你顺利毕业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走？小月老师，可这只是个开始。你当初说的，我还没做到。陈王爷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我已经帮你打开了门，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。杨老师，您真要走吗？少爷他是真的舍不得您啊！我看到他今天一直神情恍惚的。喂，小月老师，我好难受。你怎么了？陈如山，他逼我喝了一杯酒，我现在非常不好，你能过来吗？陈如山给你喝了什么？我带你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我不要让别人看到我这副样子。帮帮我，只有你能帮我。陈王爷，看清楚我是谁，清醒点！我知道是你，我不要你当老师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变得优秀吗？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话，你为了我得罪陈如山，他那个人睚眦必报。如果我不够强，如果我不能把他彻底踩在脚下，他一定会来报复你。所以我得变得强大，强大到能保护你。其实江边那次，我不是狡猾，老天，我这是做了些什么？月月，我是第一次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别闹了，先去医院检查身体。我怕那酒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不对我负责任，我就不去。好，我负责。
现在可以去医院了吗？小心！陈王爷，是学院，他的目标本来是你。我早该想到，他逃出来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是我连累了陈王爷。但血渊已然现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必须马上归队。我知道了，等我跟他道别。警察查到了，说是报复社会的犯罪分子。你说你是不是傻？为什么要挡在我面前？月月，你要对我负责，我也要对你负责。你是我的人了，男人保护女人，天经地义。陈王爷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我和张妈说了，她会来照顾你。所以你还是要走，对吧？是因为那个男人吗？那天根本不是问路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谁？男朋友还是什么？王爷，你别胡说。我没胡说，那天我看到你眼神不对，你从来没有那么慌乱过。那是因为不能告诉他这些。陈王爷，你不要多想。我可以不多想，但你不要离开好不好？不要离开我。陈王爷，我必须离开。那杯酒不是陈如山强逼我喝的。那瓶酒，他拿出来那一刻我就认出来了，和何之洛原本为你准备的那瓶一模一样。是我自己喝下去的，因为那是唯一的办法，一个能靠近你、留住你、让你无法推开我的借口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好，不够强，配不上你，但我发誓，我会用尽一切往上爬，直到有足够的力量站在你身边。月月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不要只做你的学生，我要做你的男人。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，白头偕老。又抽了，你答应过我戒烟。后队，等完成抓捕血渊任务后，我想辞职。为什么？文月，入队宣誓那天，你说过要为国家奉献一切，尽职尽责，永不退缩。那些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没忘，但那时候没有牵挂，没有软肋。但现在好像做不到了。因为那个小孩，陈王爷。不，他不是小孩，在他为我挡枪那一刻，他就不是小孩了。我当时只是安排你去给他做家教，掩护身份。我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没想到会做特工，更没想到，陈王爷，
你说那杯酒是你自己选择喝下的，那我呢？受过所有训练，有1000种方法让你清醒，可我选了最不专业的那一种。因为你说对了，江边那晚我说你好看时，我也心动了。月月，想好了吗？陈望爷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变数很大。毕业之后，你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遇见很多年轻优秀的女孩。没有变数，我谁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对我来说，从来就没有任何变数，哪怕死，我也只要你一个。承诺不是靠嘴说的，行动才算数。半年，我就给你半年。如果你心思还像今天一样，我们在一起。半年，陈王爷，你愿意？部队已经批准了你的辞职申请。谢谢霍队。抓捕血渊是当前的首要任务，行动已全面部署，我们有绝对把握在半年内将他逮捕。文月，这半年你必须留在指挥中心，全程保密。半年后，你才不再是特工05，而只是杨文月。他必须要等你这半年。如果连半年时间都无法经受住考验，他现在所谓的感情，值得你赌上一切吗？不过也对，年轻人总是喜欢新鲜，变数大。不，我相信他。半年，别说半年，10年，一辈子，我也等。好，拉钩，我们拉钩，就半年。好，拉钩。好了，张妈应该快来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月月还没告诉我这半年她要去哪里。安抚他的借口，找到了吧？我编了一个理由。也好，要不然让他知道你要跟着我走，肯定得闹。少爷13岁，妈妈走了。你是想夫人了吗？我只有爸爸了，我想让爸爸陪着我。爸爸答应我说，等我生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来。我很高兴，他的手机忘在沙发了。我追上去，想拿给他。陈董，这次去欧洲要半个月，恐怕不能回来给小少爷过生日了。过生日？你真当我会给他过生日？只是安抚他，给他的一个借口而已，让他暂时不要闹。我哭着问爸爸他为什么要骗我，我拉着他，不肯让他走。他掰断了我的手，好痛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真的好痛啊！少爷，别想了，都过去了，咱都不想了。少爷，陈董来了，你快别说了，这些话传到陈董耳中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你到底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？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。你中弹的事儿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你这次的成绩，让我对你有所改观。我打算送你去国外深造3年，这3年就是你的试用期。3年，如果这3年里你的表现都能像这次一样让我满意，那么3年后，我考虑让你接手陈氏，别让我失望。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证明给我看。对了，我们学校被一家大公司投资了，校长晚上要请投资方老板吃饭，特意嘱咐所有老师都得去，记得晚上聚餐啊。霍队，我都说了，不要再送了。文月，你已经不是05了，现在只是杨老师，还叫我霍队。霍成，下次别送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3年了，文月，这3年你心里还一直惦记着那个人是吗？你说那小孩，你不是说他不是小孩了吗？说到这里，有烟吗？又想抽烟了。没有，有也不行。从半年之约他没有出现后，他在我眼里就又变回那个小孩了，一个冲动、任性、什么都不懂的小孩。不说了，今晚校长还要请吃饭，我去买点胃药，你知道的，我胃一直不太好，不能吃太油腻，得提前备好。文月，我最后悔的2件事，一是让你去了陈家，2是到现在才敢告诉你我的心意。霍成，都过去了，再说这些也无济于事了。好，不提这个，我就想问，你曾经是顶级特工，现在却窝在这所私立学校里当一个语文老师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还是说你只是躲在这里疗伤？你说什么呢？刀口舔血的日子过得太多了，只是想换种活法，图个平静而已。文月，这边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资方老板还没到呢。你猜是谁？保证你绝对想不到。谁？不是什么秃头大肚的中年老板，是个大帅哥，叫陈望野，年轻有为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对了，你们听说陈望野的绯闻了吗？什么绯闻？就是说他喜欢一个女生，特别痴情。是不是何氏集团的千金何之洛？听说他俩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。有可能。前几天这位千金微博发了牵手照，疑似官宣，底下全在猜是和陈望野。不好意思，我胃不太舒服，去买点药。不必买了，正好我带了。明明知道你会走远，我还是好久不见，小月老师。文月，你认识陈总？他大学的时候，我给他补过课。可你们之间的气氛，怎么好像有些不太对啊？可能当初管得太严，他还记着。陈总，没想到您和杨老师认识，真是缘分。刚才我们还在聊您呢。哦，聊我什么？
听说您和何氏集团的何小姐似乎好事将近，我们还看到了网上流传的牵手照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陈总，外界都说您二位是青梅竹马，天作之合，想必两家很快就要宣布喜讯了吧？青梅竹马，天作之合。小月老师，你没告诉大家吗？我的初吻是给了你。哈哈，陈总真会开玩笑。小月老师是没想起来，还是需要我多说点细节，帮你回忆？哎呦，陈总，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儿，就先失陪了啊。小月老师，我记得你爱吃虾，对吧？刚才为什么那么说？大家会误会。误会？哪句不是事实？所以你是故意让我难堪，陈望爷，我们之间早就过去了。没什么，小月老师睡都睡过了，现在跟我说没什么。所以呢，不过是一睡之交而已。我没当真，你难道认真了？你当然没有当真。你若当真，半年之约就不会连一个解释都没有就音讯全无。药我自己有，刚才借口离开，就是因为知道是你，陈王爷。我希望我们到此为止。我们会经常见面。从今天起，你做好准备。其实我没有胃病，我是知道你有，才一直带着。我送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做了。行，你要当免费司机可以。3年了，小月老师，你没有变化，还是很漂亮。你倒是变了，3年前还要人护着，现在倒是一副精英模样了。女人不都喜欢这样的，成熟，有魅力。弟弟，你落伍了，现在不流行霸总了，如今吃香的是小奶狗，听话粘人，明白吗？陈王爷，你干什么？那我就还做以前那个陈王爷，继续黏着你，这样你喜欢我，好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，我就亲到你喜欢。狗分很多种，既萌，同样小奶狗也是。我可以是既粘人也会咬人的那种。出国3年，正经的没学来，倒把霸总烂梗学得挺全。还是说国外待久了，一个吻对你根本不算什么，随便谁都行？只有你。3年前初吻是你的，之后没有别人，一个都没有。用不着跟我说这些。那你呢？我有男朋友了。还是3年前那个？所以你还是要走，对吗？是因为那个男人吗？那天根本不是问路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谁？男朋友还是什么？3年前他是出货车，送我回去吧。
谢了，我男朋友在等我。我们同居了，别再见了，免得他误会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家，到餐厅发现早就散了，就顺路过来看看。谁的车？没事，送我上去吧。陈望野，你疯了！对，疯了3年，我每一天都想你想到发疯。月月，知道我和3年前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吗？3年前，我只敢躲得远远的看着你，而现在，我能走到你们面前，当着他的面吻你。放开他！你想干什么？不管你和杨文月过去是什么关系，但从现在起，他的未来只有我能参与。霍成，你先走，我和他单独聊聊。说吧，陈望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去你家聊。惯的你。月月，你把我带回来，在车上对我又亲又抱的，现在说扔就扔，吃干抹净就想跑。上楼。你骗我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一直是一个人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死皮赖脸跟上来的目的。3年不见，算计人的本事倒是长见了。我来，还有件事。3年前，我只敢借着陈如山下药的酒劲，才敢碰你。可现在，陈望野，放我下来！现在我很清醒，宝贝。3年了，我每一天都在想你，想到发疯。这样的想，只看见你不够，说话也不够。电话。野哥，你到哪了？大家都等着给你接风呢。我在月月这儿，不来了。宝贝，3年前，我和何之洛就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更不可能有任何干系。是杨文月，这都多晚了，他黏在野哥身边想干什么？不要脸的贱人，一定是他勾引野哥。之洛，算了吧，3年前野哥就只听他的，这才回国立刻去找他，这态度还不够明白吗？是啊，你发那些微博不就想试探他的反应？可野哥根本没在意，你还不懂吗？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老女人？为什么他宁愿要一个快30岁的老女人，也不要我？杨文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杨文月，
你真是不长记性，错一次就够了，居然还能有第二次。月月，错误就是用来一犯再犯的，要不第3次？你可以走了。我们都这样了，承认你喜欢我，行不行吗？这样，不过就是2睡之交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所以，宝贝，你这是脱下裤子温柔似水，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。这不就是你们男人最擅长的戏吗？怎么，换成女人来演就受不了了？别的男人我不管，但我从来不是。月月，3年前我就认定你了。认定我？这种话你自己信吗？我信。你要真信，当年就不会。文月，你怎么还没来？快迟到了。马上到。陈王爷，到此为止吧。对你，对我，都好。文月，你可算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陈王爷啊，又帅又有钱，昨晚他那样子绝对是对你有意思。你怎么拿下他的？传授点经验啊！靠什么？靠陈王爷！杨文月，3年前望野哥为你砸我酒的时候就不对劲。你是不是从那时就不要脸的勾引他？你谁啊？怎么说话的？来闹事的。对，我不只要闹，还要打你这专勾引人的贱货！何之洛，你喜欢陈王爷，自己去追，跑我这儿闹什么？还是你知道他根本不喜欢你，所以才只能像个小丑一样，在我面前发泄你的无能狂怒。老女人，你生气什么？当年你就比我们大，现在呢？一个快30岁的货色，真以为自己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何之洛，你也只能抓着年龄狂吠。怎么？你以为时间会为你停留？还是天真的以为你能一辈子活在18岁？校长，你给我过来！开除他！这种不知廉耻、勾引学生的贱人，不配站在讲台上。何小姐，这不行啊！怎么不行？你们学校不想要合适的投资了吗？学校刚刚已经被陈总全资收购了，现在他说了算。对，月月快30了，但他30，我迷恋；他40，我深爱；就算他80，只要是他，我此生挚爱。而你，何之洛，18岁是惹人厌，现在照样惹人厌。就算活到80岁，你也一样让人厌恶。这次你找他麻烦，我会直接断了陈氏和何氏的所有合作。王爷，不要！看在我们以前情分，其他事或许可以谈，但你敢动他，
就绝无转圜的余地。买下了整所学校，陈王爷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月月，我只想护着你，像3年前你护着我那样。所以，你特地赶来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吗？你以为我会感动？不会。3年前我护你，是因为那时的你的确需要保护，可我杨文月从来就不需要。这学校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，离开这里对我无所谓。陈王爷，我说时代变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懂？这种霸道总裁救小白花的戏码，短剧里都没人看。3年前，你来做我家教，保护我，引导我，让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废物的我彻底改变。我们有过最亲密的关系，到现在就真没一点感情，心里就真没我一点位置，心都空了，还能有位置？我来找你，是本剧的地方。还记得这个吗？月月，嫁给我。真好看啊！送给别人吧，他值得更好的主人。我不懂，3年前我不够好，不够强，你不要我。可现在你看我，我是陈氏总裁，是金融新贵，这还不够吗？为什么你还是拒绝我？不要你，陈王爷。3年前我给过你机会，半年之约，还记得吗？知道我在约定地点等了多久？从天亮到天黑，我等了整整7天，没等到你。然后我在最新财经杂志看到，本城首富之子为继承家业，秘密赴国外顶尖学府深造。真的去等了我整整7天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那天我追出病房，看见你和霍成站在一起，我以为那半年之约就像我爸从前骗我一样，只是你随口敷衍的谎言。所以，这就是你3年不联系我的理由。都是误会。我当年被爸送出国，又以为你的约定是拒绝，是敷衍我，全是阴差阳错。现在我们说开了，就别再错过了，好吗？陈王爷，真的只是误会吗？如果只是误会，当年你大可以追上来问清楚。但你没有。横在我们中间的从来不是误会，是你的懦弱，你的自卑，
你连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，只有躲在成功这层外壳里，才敢站到我面前。可你有想过，如果我不是骗你，如果我真的等了3年，我该有多疼？这3年我也很痛苦，要不是想着你，我根本撑不下来。不，支撑你的根本不是思念，是你的大男子主义，是你幻想着有一天足够强大，可以碾压霍城，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来征服我。我和霍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，问一句就清楚，可你从不问。因为我爸当年就这样对我，他答应陪我过生日，却只是骗我。你爸这样对你，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对你。那这样的我，还值得你去爱吗？我爱的是当年那个虽然一无所有，却敢为我挡子弹的男孩，而不是失约3年，自觉不配，只敢披着陈氏集团总裁外衣，才站到我面前的男人。不是这样的。你这3年能熬过来，不就是认定了我看到你，为我变得这么优秀，这么强大，我就一定会感动，一定会和你在一起。可是陈王爷，你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喜欢你，从来不是因为你多强大多优秀。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王者归来戏码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不是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，我只是想……不，真正的爱根本不会给这种老套误会滋生的空间。3年，我拼死拼活坐上陈氏总裁的位置，结果他根本不在乎，他一点都不在乎，他甚至怀疑我对他的爱。野哥，要我说，小杨老师有句话没说错。这种因为误会分开的老套戏码，我奶奶看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。你以为小杨老师跟别人有什么？你当时上去问一嘴能怎么着啊？憋着这口气3年，你这是去当王八练潜伏呢？虽然这潜伏练的是挺成功哈，王八变精英了，这西装贵的嘞。野哥，怎么了？月月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，就派人跟着。刚接到电话，我爸去找他了。小杨老师，很久不见了。3年前，望野中弹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查了3年，对方藏得很深，以我的势力，至今未能查明。但我确定了一件事，那一枪，陈望野是为你挡的。我也顺便查了查你，乡下出身，毫无背景。所以陈董今晚特意赶来，就为点评我的出身。芝洛今天来找过我，
和陈两家世交，她才是我中意的儿媳。杨老师，我就明说了，我要为望野铺路，他的婚姻也只能是阶梯，而不是绊脚石。为他铺路？陈董，你说这话自己不心虚吗？你忘了曾经是如何对他不管不顾的吗？那是过去。对，因为现在的陈望也成功了，有利用价值了，您才想起有这个儿子。如果他今天还是你口中的废物，你还会出现吗？还会谈铺路吗？闭嘴！我再如何也是他父亲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。可笑，父亲不只是一个称呼，更意味着责任与付出。不是生了孩子，顶着一个名号就能高高在上。而你从头到尾对陈望宇尽过什么责任？直说吧，要多少才肯离开他？那就一杯咖啡吧。一杯咖啡？对。陈董，我泼你这杯咖啡，不是因为你让我离开陈望宇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不会和他在一起。从3年前我知道他那根断掉的小拇指是你亲手掰断的那天起，我就想这么做。所以得谢谢你今天来找我，让我终于如愿。我操，野哥，当年他给我们泼水，我就知道这节狠，可我真没想到，连你爸他都敢泼。他还是这样护着我。我错了，月月说的对，是我错了。啥错了？这3年，我逼自己变强，想成为能保护他的人。可他那么强大，哪里需要别人保护？我说的没错，时代变了，月月说的没错，那种自我感动的霸总戏码早过时了。不流行霸总了，那现在流行啥？我操！歪嘴龙王，野哥不会受刺激要去当龙王了吧？伯父，我早说过，杨文月这种底层爬上来的女人，好不容易攀上野哥，她怎么可能甘心放手？放不放手，轮不到他选。公司我是交给了望，但只要我想，随时能收回。他不听话，我有的是人可换。伯父，您是打算……芷洛，你去准备。陈和两家的战略合作不能断，这是根基，绝不能因为他一时糊涂就毁了。这周日，我为你们举行订婚发布会。可伯父，您没看到野哥他被那女人迷成什么样？我怕他万一拒绝我们两家的颜面。他不敢，他绝不会放弃自己3年拼来的一切。没有男人会为一个女人放弃权势，我儿子更不会是那个例外。更何况这女人本身就不干净，竟能惹上枪击祸事，让我儿子替她挡子弹。枪击，一个乡下女人能惹上这种麻烦，这个杨文月到底什么来头？立刻去查一个人。文月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何之洛又来了。不是，比那严重多了，你自己看。文月，名场面，这可是双雄争霸啊！
文月，给你带了花，还有午饭，和以前一样，你最爱的清蒸虾和你最喜欢的百合花。月月，是我的，我也准备了午饭，还有你最喜欢的花。陈王爷，我以为那天在香边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。对，非常清楚。所以我想明白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不是陈氏总裁，只是一个深深爱着你的普通男人。我要和他公平竞争。不过虽然是竞争，但你比不上我。嘴上说不靠总裁身份，转头又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。你的花是花店买的吗？午饭也是餐厅订的。我不一样，这花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是我早上特意去城郊花田，一株一株亲手摘的。这饭也不是什么米其林大厨做的，是我对着菜谱自己做的。月月，你可以拒绝那个自负、只敢以陈总身份面对你的陈王爷，但你不能拒绝怀着最初那颗真心的弟弟陈王爷。你说对吧？月月说的对，时代是变了，但有一样永远不变，第三者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不受欢迎。所以小三请离开。我小三？不然呢？不过做小三的人通常都缺乏自觉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月月有我，不需要你的。文月，你看他，陈王爷。哼。月月一向提倡节约，不能浪费。这饭我吃，这花放我那儿也挺合适。以后你要再送，我就照单全收。正好，我也没吃午饭。你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要重新追求你。文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才是认真的。你不是，我才是，我才是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没完。行，你们没完，我要去上课了。文月，月月，上车。文月，你会上我的车，对吧？错了，月月肯定上我的。开一辆豪车就以为文月会买账？陈王爷，你想多了。谁说我只有一辆车？汽车、电车、自行车，任月月挑选。他想坐哪个，我就陪他坐哪个。你行啊。下次是不是还得背个3轮？有道理，明天就安排。够了，你们谁的车我都不坐，我自己回去。别跟了，我可以品茶。快点，
陈氏的发布会要开始了，听说今天是重磅消息，陈董要正式宣布和陈赫两家的联姻。哎，我说陈总，您堂堂陈氏集团总裁，不应该日理万机吗？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有必要吗？有，非常有必要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啊？月月，我去查了，现在流行的小奶狗准则第1条，脸皮必须厚。算了，懒得理你。小心！对不起，车子突然刹车失灵了，您没事吧？陈王爷，你疯了！刚才有多危险你不知道吗？万一他没刹住呢？你不要命了！我知道危险，但只要你有危险，我都会拦在你面前。3年前是这样，3年后也一。月月，我对你的心从开始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变过。之前是我太懦弱，第一次看见霍成，你眼中的慌乱，我就觉得不对。可我什么都不敢问，我只会用最糟糕的方式占有你。我以为那样就能把你留在身边。那时我虽然不知道霍成是谁，但他成熟稳重，而我只是个还在校园的毛头小子。我知道关于你和他的关系，我只是猜测，可却连证实的勇气都没有。在医院听到你们对话后，我害怕，害怕你会像我爸一样敷衍我。我更害怕，我根本不配和他竞争，因为那是我骨子里始终是那个被所有人指着骂的废物。所以你说的对，这3年所有的错过和痛苦根源都在于我，是我的自卑亲手制造误会，推开了你。但是你点醒了我，你对我的爱才是我最大的底气。现在的陈王爷不再逃避了，否则绝不敢把这些最不堪的心思全部摊开给你看。月月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剥离了所有伪装，只剩下勇气和真心的陈王爷。你还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陈王爷，你这出苦情戏演够了没？文月，这不是媒体胡编乱造的新闻，我刚刚亲眼见证了他父亲召开的发布会。陈王爷一边在这里对你深情告白，另一边与何家联姻。陈王爷，你不觉得自己太无耻了吗？简直胡闹！我刚把陈氏交到你手上，你转头就断了跟何氏的核心合作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您不是已经知道了？陈王爷，你必须立刻恢复与何氏的所有合作。另外，周日和何之洛订婚，哪怕我死，都不可能。如果你不照做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承担不起那后果。月月，信我，这件事我立刻去处理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不需要。你要不要是你的事，但给不给是我的责任。月月，等我。文月，3年前他已经失约过一次，3年后的今天，就算他看上去再强大，也照样摆脱不了家族的控制。文月，那新闻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那种家庭最讲究的
不就是门当户对吗？这很常见，我没多想，你也别担心。没多想，杨文月你还装？老女人，别白费心机了。陈董亲口说的，野哥不娶我，总裁的位置他就坐不稳。你没听说过吗？权势才是男人最好的春药。你真以为他会为你放弃一切？对了，周日我们的订婚宴就不请你来了，到场的都是门当户对的贵人，你这种身份不合适。不过你可以看当天订婚典礼的直播，我会特意让镜头多给野哥几个特写，让你看清楚他是谁的。何小姐，需要靠家族联姻才能绑住的男人，也值得你这样炫耀。你就算直播到天亮，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个唱独角戏的小丑。杨文月，你就嘴硬。文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突然有点累。刘琳，明天麻烦你帮我请个假吧。月月，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敲了1个小时了，手不疼吗？我耳朵都快起茧了。月月，你终于肯开门了。你就这么喜欢练指力？建议你去楼下健身房，我这扇门可经不起你这么厚爱。我是来送喜帖的。你和何之洛还真是天生一对，一个让我看电视直播，一个亲自上门送请帖。陈王爷，我不需要你的订婚请帖，更没兴趣看你的订婚大戏。月月，这个你必须拿着。不必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天长地久。别发神经，你都要订婚了。月月，这辈子我只和一个人百年好合，除了他，谁都不行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看电视，也不看手机吗？我知道了。所以这几天什么都没心思看。你想多了，只是最近看教案太久，眼睛不舒服。宝贝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口是心非了？陈总，您此前单方面宣布与何家联姻，但昨日陈总召开发布会，明确表示已有挚爱，绝无联姻可能。您是否知情？对此有什么要回应？何陈两家联姻，势在必行。既然他一意孤行，自毁前程，那么从这一刻起，陈王爷不再担任陈氏集团总裁，不再持有集团任何股份。陈王爷，值得吗？怎么不值得？你还记得你努力的起点吗？我说，既然他看不起你，就要让他将来只能看你的脸色。只差一点了，陈王爷，
你为这个目标拼了那么久，那又怎样？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。在你和权势之间，我选你。我从来都只会选你。月月，订婚典礼你会不会来？不管你来不来，我都等着你，一直等。李之洛，别喝了，不值得。笑话！我何之洛活成了全海城最大的笑话。陈望也宁愿放弃一切，一无所有都不要我，我早chết都不要。你早知道的，叶哥心里从来就只有那个人，你何必呢？我听阿华说，野哥这几天亲自跑场地选戒指订婚，是铁了心要娶她的，你就放手吧。小姐，杨文月的事儿之前一直查不到太多线索，只查到他7年前突然附体过，之后履历几乎空白。可最近我联系上一个国际线人，透露大毒枭血渊正是7年前崛起，3年前被特工在境外抓获，后又逃脱，时间与他回国节点完全吻合。你确定？虽然没有铁证，综合所有情况，杨一月就是血渊，时间线都对得上。原来她是血渊，我说她一个乡下女人，怎么可能惹来枪击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野哥铁了心要娶她。是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我就送他们一份终生难忘的贺礼吧。野哥，7天了，算了吧，小杨老师不会来了。现在全海城都在看你的笑话，别再等了。等，他等了我3年，我等他7天算什么？等一辈子，我也认。陈王爷，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。月月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这7天是不是很难熬？当年你让我等了7天，等来的是一场绝望。今天我也让你等了7天，但我要给你的是一个确定的属于我们的未来。小杨老师，您可算来了。野哥他，司仪，赶紧开始仪式吧。开始什么？看这场荒唐的闹剧该结束了。总裁的位置、股份、继承权，我全都还给你了，还想怎么样？你以为你不要陈氏的一切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陈王爷，你听着，我绝不允许我儿子娶这个被国际刑警通缉、臭名昭著的大毒枭血渊。
野哥，国夫是我请来的，我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你执意要娶的究竟是个什么女人？杨文月，22岁，毕业于国内顶尖学府，之后突然前往 T 国，随后的经历一片空白。但我查到 T 国有一个代号月渊的大毒枭，而你，杨文月，就是血渊那个国际通缉的毒枭。你凭什么认定我是血渊？我的人查到了，黑曜石组织早在3年前就被剿灭，可首领血渊却逃脱到海城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你突然回国，来到野哥身边做家教，你就是借此洗白身份，对不对？野哥，所以你还要执迷不悟，娶这样一个弱冠满盈的女人吗？小杨老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能说。血渊当年是在境内被我抓捕，涉及外交莫名条款，一旦透露，可能会引发外交纠纷。我没什么可解释的。靠，这反应不就等于默认了吗？野哥，这情况要不今天先暂停？月月说的对，没什么可解释的。今天是我和他的订婚仪式，其他无关的人，请立刻离开。陈望野，你真是鬼迷心窍！你要娶一个毒枭，一个罪犯。他不是。不是？那他为什么不敢解释？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，包括我。你简直无可救药！野哥，我就知道你会执迷不悟，所以我特地请了别的证人。你是他爸。这是我闺女吻月，我就晓得她一直在外头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。杨文月，这可是你亲生父亲，他亲口指认你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所以这么多年，在你心里一直都是这样想自己女儿的。那你要我咋想？当年我就跟你说，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早点嫁人才是正道，你偏不。望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不清醒吗？野哥，你醒醒吧！如果你坚持跟一个毒枭绑在一起，你的人生，你的未来就全完了。如果你也觉得我是，这场订婚可以取消。来人，把这些无关的人全部赶出去。如果你们之中也有人相信这些无稽之谈，现在可以一起离开。今天是我和月月的订婚典礼，只要我们还站在这里，仪式就继续。我信你。陈望言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她就是个最底层的女人，连上个学都要靠人资助，她还是毒贩。这种出身卑贱、浑身污点的女人，到底哪里值得你迷恋？月月是什么出身，我从不在乎，我在乎只有她这个人。我爱她，这辈子就认定她了。我对她的心意，也更不会因任何身份、任何流言而改变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陈王爷。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当年资助我完成学业的人，其实就是你的妈妈。妈妈？是。
他当年亲口对我说，要我铮铮熬骨，立于天地间。我又怎么会去做那些辱没他期望、玷污他清明的事？杨文月，警察来了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准备把牢底坐穿吧。何之洛女士，你涉嫌捏造并散播虚假事实，严重诽谤他人，以及策划扰乱公共秩序罪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你们搞什么？我举报毒贩有功，你们应该抓他，他是血渊大毒枭。哇！谁告诉你文月是血渊了？其实，真正的血渊2年半前就被抓了，只是因为他在境内捕获牵扯到境外信息保护条款，一直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。但现在相关规定调整，所有真相今天终于能公布了。何之洛，黑曜石组织当年势力滔天，令人闻风丧胆。那你可知，他最终是被谁一手摧毁的？我当然知道，是那个代号05、神出鬼没的王牌特工。没错，杨文月就是代号05的特工。摧毁黑曜石组织的是他，半年后亲手抓到血渊的人也是他。绝对不可能，05是一个传奇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杨文月，凭什么？你胡说！我在新闻里听过你特工是很厉害，能为国家立了大功的。怎么会是我女儿？我女儿没这个本事。不可能，我们这穷乡僻壤，几辈子都没出过这种人物。就是嘛，一个女人咋可能干出这么大事情？果然，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。杨文月，他自大学毕业后，便通过严格选拔加入组织，被秘密派往 T 国执行任务，屡获奇功。直至3年前，完成剿灭黑曜石组织任务后，他接受指令来到海城，以家庭教师的名义掩护身份。他本来拥有远大前程，能赢得所有人的敬重，可他心里偏偏装下了一个人。就为了这份感情，他放弃了所有荣耀，毫不犹豫地离开组织，想跟那个人过最平凡的生活。所以那半年之约，那半年是因为血渊逃脱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组织命令文月必须亲自带队，完成对血渊的最终收网。半年期满，血渊成功落网，他第一时间就去约定地点等你了。而你，陈望言，没有来。这一拳是你欠他的，为你那3年不闻不问。我该打。我承认，我喜欢文月，喜欢了很多年，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没机会，因为他每次提起你，眼睛里都有光，这种光，他看我时从来没有过。当年在医院，你听到的那些话，是我故意说给你听的。我就想试试你小子对文月的感情到底经不经得起考验，可我没想到你直接一走了之，3年杳无音信。这3年我陪在他身边，我努力过，但我很清楚我赢不了你。霍成，对不起。文月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也有私心。今天这场风波本来完全可以不发生，我早在几天前
就已经发现何之洛在偷偷调查你，并且准备找你麻烦。那时候我已经提前得知国际合作协议改了，完全可以早点说出真相。我没有阻止，我就想看看陈王爷你会是什么反应，也看看我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最后那么一点机会。陈王爷，你小子这次真没怂，没犹豫，没退缩，一点机会都没留给我。我霍城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不该也不能让自己变成自己都看不起的第三者。所以我今天来，第一是为文月证明还他清白，第二是真心实意恭喜你们。老杨头，你养了个好闺女啊，是天大的英雄。陈总交代，今天哪怕绑也要把少爷绑回去吗？你脑子进水了？没看见少奶奶是什么人？是特工05号，绑他男人不要命了？杨小姐，您真的是那位传奇特工05吗？请问您当年是如何潜伏并最终摧毁庞大的黑曜石组织的？叶哥，这订婚仪式还怎么继续啊？为什么不能继续？7天我都等过来，还怕这点小场面？今天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这场订婚仪式也必须完成。杨老师下课回来了啊。这又是陈王宇做的吧？可不是，现在家里我都不怎么做菜了，全是少爷亲手来。少爷说杨老师就爱吃他做的。对了，他人呢？陈董又来了，在书房呢。还是为让他回去接任陈氏的事儿？可不是嘛。虽说少爷不做陈氏的总裁了，可他自己成立的公司那是风风火火，一点不比陈氏差。而且您听说没？陈董其他那几个儿子，一个比一个不争气，外面都传说这都是少爷的手笔。他们曾经那样欺负他，陈望眼还击也是应该的。好些人私下都说，少爷就像一头根本没被驯服过的野兽，又狠又凶。是吗？也就是您了。要我说啊，您就是驯兽师。我不是驯兽师，我是他的底线，也是他的缰绳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说话真好听。那杨老师您先吃着啊，我上楼打扫一下。对了，张妈，您说为什么楼上最尽头那间房现在你从来不打扫了？我记得3年前你每天都会进去的。少爷不让，自从您当年走了以后，那间房就不让任何人进了，也不让打扫。是要我给你换浴巾吗？水平有限，别嫌弃。月月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当年送给某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。这就是你不让张妈进来打扫的原因。那3年，我在国外也会偷偷回国，我不敢去找你，怕自己还不够好，怕还是配不上你。等你每次回来，都会来这里，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留下的，看着他们，就好像你从未离开过。
陈王爷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是个浑身是刺、内心脆弱的小孩，我还真没有猜错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我的男子汉了。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月月，是我的救赎。陈王爷，你又何尝不是我的救赎？订婚宴上，所有人都怀疑我，只有你毫不犹豫地相信我。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没有人这样毫无保留地相信我，选择我，爱着我。陈王爷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和你妈妈一样，都是照亮我世界的那束光。就是不知道，我曾经答应过你妈妈，要铮铮熬骨，立于天地。如今，你当然还是教书育人，桃李天下。你一直在践行对我妈妈的承诺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爸他查出重病，把股份都转给我，说现在只有我能拖住陈氏。那你，我想把所有股份收益捐出去，成立助学基金，帮助像你当年一样的孩子。你同意吗？好，听你的。杨老师，你快下来一趟吧，楼下有人找您。文月，这是当年资助你的好心人后来寄来的，爸一直没给你看，当时糊涂，总觉得女娃读书不值得。杨文月同学，当你看到这段录像时，想必我已经不在了。我由衷的希望你能够拥有不被任何事物困住的自由，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儿子叫陈望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们未来或许会相识。他呀，生性敏感，内心脆弱，我总是担心，如果以后我不在他身边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他，请替我转告他，这世上一定会有人如同我一样爱着他，请他不要慌，不要怕，耐心等下去，那个人一定会出现。刘燕阿姨，您看到了吗？妈妈一定看到了。您的儿子，他应该等到了。